男人一口气喝完一整瓶矿泉水，却还是感觉口干舌燥。看到眼前的臭水潭，他顿时两眼放光，果断推开旁边的女人，连滚带爬的扑了过去，就好像10年没喝过水一样。男人直接跳进水潭里，大口大口的喝了起来。可很快他就感觉不对劲，赶紧大声呼喊救命。结果等其他人跑过去时，男人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。更诡异的是，他的样子非常恐怖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吸干了一样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警方也接到报警，有人在河边发现了一具尸体，死状竟然和一开始的男人一模一样，明明刚死不久，却变成了一具干尸，这也太离奇诡异了。可警方还没调查出死因，晚上又发生了恐怖的事，河里横七竖八的竟然出现了更多的尸体，一夜之间，警方就捞起了整整58具尸体，他们无一例外都有着相同的死状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尸体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。警方经过走访调查，发现死者生前都去过一处溪谷，所以他们推测会不会是那里的水质出了什么问题。于是警员阿伟立刻来到上游的溪谷展开调查。这里原本是一个景区，水质特别清澈，一到假期，前来游玩的游客数不胜数。管理员大爷表示，水绝不可能有问题。事实也正如他所说，检测结果显示水的确没有任何被污染的情况。但有一点非常奇怪，无论是景区管理员还是当地村民，对阿伟的态度都极不友好。因为要继续调查，阿伟当晚没有离开，结果没有一个人愿意让阿伟留宿，于是他只能选择在车上睡觉。然而等他睡着后，却不断有人从车旁跑过。到了第二天，醒来后的阿伟就看到这样的景象。不仅如此，整个韩国都在发生类似的诡异事件，河里到处都是尸体，到底是传染病还是某种未知病毒？高层对此一无所知。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死者在死亡之前都出现了暴饮暴食以及极度干渴的症状，可之前并没有发现过这种病例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事情依然没有任何进展，而悲剧却还在不断上演。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恐慌，搞得所有人都人心惶惶，生怕下一个就会轮到自己。直到几天以后，终于出现转机，警方再次接到报警，一个女人溺死在了浴缸里，他们在水里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条形虫。经过仔细观察，结果竟是一种名为铁线虫的寄生虫。铁线虫一般寄生在蚂蚱或螳螂体内，等到了产卵期，就会刺激宿主的脑神经，控制宿主跳入水中，然后从宿主体内脱离排卵，从而繁衍后代，延续种族。不过，铁线虫寄生在人类身上还是第一次见，体型也比普通铁线虫大很多，因此博士推测这是一种发生了变异的铁线虫。至于为什么发生变异，他也不清楚。死者在生前肯定到过某个地方玩过水，导致铁线虫卵通过肛门和口腔进入了体内，宿主在不知不觉中暴饮暴食，为他们提供了大量营养，直到最后跳入水中，成年铁线虫破体而出，导致宿主产生休克窒息而亡。因为出事的那些人都去过溪谷，显然是溪谷里的水有问题。之前他们只检查水质是否被污染，却忽略了里面的虫卵。研究员再次用显微镜确认，发现跟博士说的一样，里面果然含有大量铁线虫卵。死因已经确定，媒体立刻进行通报并发出警告，凡是去过溪谷游玩或者无缘无故暴饮暴食的市民，请立刻到医院接受检查。阿强看到新闻后，赶紧马不停蹄地往家赶去，因为他的妻子和孩子前段时间就去过溪谷，并且最近也出现了新闻里播报的症状。当他推开家门一看，发现妻子和孩子果然都端着水杯。阿强赶紧抢走妻子手中的水杯，并向他说明了事情的原委。一家人准备收拾东西，马上赶去医院。而此时的医院里早已人满为患，可专家们却没有找到治疗的方法，因为铁线虫像水蛭一样紧紧吸附在宿主的小肠，一旦通过物理手段强行清除，宿主同样会有生命危险。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服用驱虫剂，但这个方法也很快被否定。有患者在家里自行服用了驱虫剂，结果还没等铁线虫被杀死，自己就撑不住了。此时阿强正准备带着家人离开，可看着水龙头流出来的水，妻子阿珍却露出了贪婪的眼神，她发了疯似的扑向水池。阿强赶紧上去制止，结果却被推倒在地，眼睁睁地看着妻子整个头埋进水里，一旁的2个孩子也在拼命喝水，随后还准备出门找水喝。好在阿强及时将母子俩拦下，强行将他们控制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外面的情况更加严重，医院里乱成一锅粥，所有人都像渴死鬼投胎一样，失去理智，到处寻找水源。其他人拦都拦不住，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跳进河里、游泳池里，甚至是路边的鱼缸里。混乱过后，医院已是一片狼藉，少数被拦住的人捡回一条命，而没有被拦住的则全部惨死。只要有水的地方，都躺满了横七竖八的尸体，场面可谓是相当惊悚。直至目前，死亡人数已经到达了3000多，携带铁线虫的感染者更是超过10万人，这还是全国各地统计的数据。如果加上没有被统计的感染者，预计最少可达上百万人。为了防止更多的人员伤亡，他们只能将所有感染者集中进行隔离，同时举全国之力尽快研制出特效药。阿强也带着妻子和孩子来到了避难所。对于家人的遭遇，他非常自责。作为一名制药公司的员工，平时只知道上班赚钱，没有照顾好他们。不过他相信马上就会有特效药，并安慰孩子们一定会没事。溪谷这边，大爷看到眼前这副惨状，向阿伟说出了一个秘密。他说他几个月之前在小溪边看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，把几只狗放到水里就走了，接着那几只狗就死了。他们的死状非常恐怖，
因为担心影响溪谷的生意，大爷只是清理了尸体，并未选择报警。后来暑假假期来临，来溪谷游玩的人络绎不绝，看到没有人出现异常，大爷也就放心了下来。没想到最后会发生如此恐怖的事。此时医院里终于传来了好消息，一名感染者在吃掉一种驱虫剂后，身体里的铁线虫竟然被全部杀死了，而他却没有表现出任何不适。此消息一出，人们顿时看到了希望，纷纷冲进药店想要买药。阿强也加入了其中，结果却被药店告知根本就没有药。原来这种赵亚制药公司生产的驱虫剂，早在几个月以前就因为销量不好停产了。而阿强刚好是该公司的员工，他火速来到公司，询问同事有没有剩余的驱虫剂。遗憾的是，并没有，就连总公司那边都没有一丁点库存，就是不知道下面的经销商还有没有。他正在挨个打电话询问。而此时的赵亚制药公司总部这边，在政府官员的催促下，公司准备再次启动生产线，全力生产这种驱虫剂。所幸生产原料都还在仓库里放着，只要设备不出问题，短时间内就可以生产出足够的药。没想到就在当天晚上，铁线虫再次爆发了，这一次更为严重。即使他们做了充足的准备，可还是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。感染者们就像丧尸一样，在城市里到处寻找有水的地方。一夜过后，又是尸横遍野的恐怖场景。更糟糕的是，赵亚制药公司因为设备老化，强行启动导致设备瘫痪，已经无法按照计划生产驱虫药了。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公布配方，让其他药厂来接手驱虫药的生产。可公司高层却拒绝公布，除非政府愿意花钱收购他们公司，而费用更是高达500万亿韩元，这是一笔不小的费用。政府一时间也拿不定主意。此时阿强在同事的帮助下，终于花高价搞到一盒驱虫药，但当他拿着来之不易的药走出大门，却被其他人发现了。他们一拥而上，试图从阿强手中抢走药物，结果谁也没有得到。在争抢的过程中，药被踩成了粉末。同事打电话想要再买一盒，却被对方告知已经没有了。没办法，阿强只能通过网络发帖满世界寻找这种药，终于又让他找到了。可当他根据药贩子发送的地址，好不容易来到目的地，警察却在这时抢先一步，冲进房间制服了药贩子，而驱虫药已经被他冲进了马桶里。就在阿强蹲在马桶旁陷入绝望时，却突然接到了阿伟打来的电话。原来阿伟是阿强的亲弟弟，根据溪谷大爷提供的线索，他一直在调查铁线虫爆发的真相。没想到这件事一开始就是被计划好的，而罪魁祸首就是赵亚制药。他威胁一名研究员说出了真相，能够寄生人体的变异铁线虫正是他们的杰作。同时他们还研制出了能够杀死铁线虫的驱虫药。一开始公司只想利用变异铁线虫控制宿主的特性，研制出一种治疗脑部疾病的特效药。没想到公司高层为了赚快钱，故意将带有铁线虫卵的实验狗放进溪谷，然后提前买入公司股票。等到铁线虫大规模爆发，他们就立刻推出早已生产好的驱虫药，坐等公司股价上涨割一波韭菜。只是所有人都没想到事情会超出他们的掌控，原来他们提前准备了很多药。听到这里，阿伟让研究员赶紧带他去拿药，两人随即来到一个偏僻的仓库，驱虫药就藏在里面。接到电话的阿强也赶了过来，迫不及待的就准备进入仓库。阿伟叫他别着急，同事已经开着货车在赶来的路上。可阿强已经等不及了，他果断打开大门，里面果然藏着很多药。然而他们还没高兴多久，大门突然被人反锁，接着窗户被打碎，扔进来一个燃烧瓶，大火瞬间吞噬了所有药。阿强不顾危险想要冲过去拿药，却被阿伟死死抱住。眼看火势越来越大，两人就要窒息而亡。大门突然被一辆货车撞开，阿伟的同事终于赶来救下了他们。天亮以后，消防队扑灭了大火，只可惜药已经全部被毁。此刻的阿强彻底心灰意冷，难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和孩子离开自己吗？悲伤之际，他突然想到，公司肯定还有驱虫药的原材料，只要有原材料，任何药厂都能生产出驱虫剂。他赶紧开着货车，带着阿伟朝公司总部赶去。可在途中的时候，他却接到同事打来的电话，事情变得更加严重了。他看到避难所里不断有尸体被运出来，原来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在没有水的情况下，铁线虫也会强行破体而出。想到妻子和孩子的安危，两人只能分头行动。阿伟去避难所营救嫂子和孩子，他则继续开着货车去拿原材料，而女人也在回去的路上，把事情的真相都告诉了上级。可此时不明所以的政府官员已经准备收购赵亚制药，一旦官员在收购协议上签字，赵亚公司的阴谋就得逞了。幸好在最后一刻，真相及時传到了官员的耳中。무슨 일 있으십니까? 이런 기생충과도 못한 놈의 새끼. 与此同时，避难所这边的情况已经危在旦夕，时不时就会有人暴毙而亡。好在阿珍和孩子暂时都没事，可看着头顶的消防管，阿珍却露出了渴望的眼神，幻想着大量雨水喷到身上的感觉，不自觉地抿了抿舌头。接着他看向旁边的消防开关，想要去将它打开，尽情地享受水的滋润。但为了孩子，他最终还是忍住了。可再次转头一看，发现一个女人竟然跟他有一样的想法，并且已经朝着开关缓缓靠近。知道按下开关后所有人都会没命，阿珍赶紧上前拦住了他，两人瞬间纠缠在一起。不料打斗声却吸引了其他感染者，他们纷纷看向头顶的消防管，然后朝着开关走了过来。势单力薄的阿珍根本抵挡不住，眼看结局已经无法改变，关键时刻阿伟终于赶来，他赶紧冲进机房，在最后一秒关闭了消防管的总阀门。
而另一边的阿强也赶到了制药厂，他开着货车强行撞开大门，然后用手枪威胁工作人员，逼迫他们说出了存放原材料的仓库。最终成功找到了原材料，可他只有一个人，搬运的速度实在太慢。本以为追上来的工作人员会阻止他，没想到他们全是来帮忙的。 아무것도 하고 있어? 다들 달려들어? 아, 사람들 살리면 되잖아. 原来，在政府得知公司高层的阴谋后，就下令让他们无条件交出所有原材料和配方，同时又召集了其他制药公司，准备全力生产这种驱虫药。很快，阿强就拉着原材料送到了生产线，药厂也立刻加班加点的开始制作驱虫药，然后紧急送往全国各地。在电影的最后，每位患者都吃上了药，危机终于得到解除，而故意制造灾难的公司高层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只是所有人都不知道，一具尸体已经顺着河流飘到了大海上。